抗日战争时期，枪法素来百步灭香火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举起手中的枪，对着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连射了2枪。就在他准备搬下第3枪时，却发现男人不见了踪影。这时，周围传来一阵惊呼大帅，身后原来男人趁着躲枪的空隙，直接来到了张作霖的身后。张作霖当即扔掉了手中的枪，大笑不止。大内高手果然名不虚传，本帅服了。张作霖口中的大内高手是何许人也？他的功夫当真如此出神入化吗？晚清最后一位大内高手。清末年间，在山东一户普通农民家中，宫保田出生了。因为家境贫寒，宫保田很早便已经在北京城中一家米行谋生，他经常给王府送米，因为手脚勤快，干活也卖力，很快引起了王府护院尹父的关注。尹福当时是八卦连环掌始祖董海川的徒弟，他问宫保田愿不愿意跟他学武，宫保田想也没想就应承了下来。宫保田果然也没有让尹福失望，仅仅5年。18岁的宫保田就已经练就了扎实的功底，尹福将他带到了自己的师傅董海川面前。在董海川的悉心教导下，宫保田更是进步神速。23岁那年，宫保田不仅学会了八卦掌，还掌握了一门绝妙的轻功，被人称宫猴子，在江湖中名声大振。功成之下，年仅27岁的宫保田被光绪皇帝直接召入宫中，成了大清朝最后一位大内总管。当时的清王朝已经行至末路，可宫保田本着一颗报效国家的心，在8国联军攻入紫禁城之际，一路护着慈禧和光绪帝向西逃亡。慈禧念其护驾有功，不但封他为大内侍卫之首，还赐予了他黄马褂和免死金牌。可就在这样的名就之时，宫保田的内心却沉痛不已。他看清了清王朝的昏庸，无能深觉这样的朝廷根本无法护佑百姓，毅然地选择了辞官归隐。张作霖的贴身保镖。宫保田回到山东老家，开了一家武馆，深居简出。可宫保田虽然不在江湖，但是江湖上却一直有着他的传说。清政府倒台后，东北军阀张作霖敲开了他的大门。初见宫保田时，张作霖见面前的小老头身材瘦小，其貌不扬，倍感失望，怀疑宫保田徒有其名。曾在皇宫中浸染多年的宫保田自然是看出了张作霖眼中的鄙夷，他主动提出想与张作霖一较高下。话一出口，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。毕竟张作霖的枪法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，宫保田的贸然挑战无异于是在自寻死路。可宫保田就赤手空拳地站在那里，默而不语。张作霖当下决定接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挑战，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场离奇的比试。这一场比试，张作霖对宫保田的本事心服口服，而宫保田也凭着那身神乎其技的武功身法，不仅获得了张作霖的信任，还成为了他的贴身保镖。宫保田在职期间护着张作霖，躲过了日本人接连不断的刺杀，而他跟张作霖的交情也日渐深厚，张作霖对他的信任也是与日俱增。直到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，宫保田当时正奉命保护在北平的张学良，而张作霖却不幸死在了那辆开出北平的列车上。张作霖的离世让宫保田悲痛万分，自责不已。他向少帅提出了告老还乡的请求。许世友慕名拜访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胶东军区的八路军将领许世友，他听说了宫保田的事迹，便慕名登门拜访。二人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兴起之际，宫保田当众演绎了一番刀法，他让人站在他对面往他身上泼水，他自己则转动刀来格挡。泼水的人使尽浑身解数，用嘴喷，用手撩，可那水不论怎么泼，宫保田身上愣是没有沾到一滴水，反而是泼水的人身上湿了个彻底。随后宫保田又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一粒绿豆放在胸前，行气一吸一沉间，绿豆便被搓成了粉末。他还让在场的战士拿枪打自己头上的毡帽，可是枪响之际，宫保田却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。就在所有人四处张望寻找的时候，宫保田却从一旁的高粱地里跳了出来。
一时间，众人啧啧称奇。这时的宫保田已经71岁的高龄，他不仅又同许世友切磋了刀法，还展示了蹲刑法。在200步的距离里，几秒钟内将一同起跑的女同志甩了20多步远。在许世友的邀请下，宫保田去了胶东军区，给八路军教授武艺。可惜的是，训练并没有持续很久。在大扫荡期间，宫保田因为患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，而与世长辞，终年73岁。宫保田一生习武，立志报国，奈何时局的动荡让他3番2次不得不选择归隐。虽然他最终怅然离世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就自己传奇的一生。他是大清最后一位大内高手，给张作霖做过贴身保镖。许世友也因为他的武学造诣对他心悦诚服，甚至王家卫的电影《一代宗师》中的武术大师宫羽田都是以他作为原型。宫保田高强武功背后，实际上展现的是一种力由心生的武学精神。倘若人人都如宫保田一样，时刻怀着一颗爱国的心去行报效国家之事，不仅人民会生出力量，祖国也势必会更加强大。